是习惯用微笑武装。到底要再受多少伤，考验我的坚强。徘徊是非两端，爱恨中找答案。就算还是少了陪伴，至少我还有孤单。放下了遗憾，成就下个美满。不怕孤单，再困难我也有勇气去承担。放下了不安，我要继续往前闯。失去过，才能打开人生另一扇窗。打开人生另一扇窗。这次岳阳小学之所以能够获得卓越教育大奖，大家都说是因为钟校长教学有方，大胆地实施了创新的教育强化课程。岳阳小学的教育方针能够得到认可，我感到很欣慰。但是这些呢，都是师生们共同努力的成果，而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。但我听闻曾经有家长试过投诉，这里的学习压力好像太大了。请问你认同他们的说法吗？凡事都要先付出，才会有收获。小学阶段是非常重要的时期，将来孩子们是否能成功，很大程度是取决于现在的学习态度。无可否认的，我们学校的课业确实是比其他学校来得重。有时周末我们会安排像电脑、心算这类的额外课程。毕竟现代社会科技日新月异，所以我们必须抓紧时间，分秒必争，这样才能够培养出具有竞争力的人才。这对小学生来说会不会过于苛刻了？他们应付得了这种压力吗？岳阳小学已经连续3年得到会考成绩最优秀的小学，这说明了什么？说明了适当的给孩子们压力，反而是一种推动力。是有哪个小孩不希望有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？但是如果现在父母就放纵他们，让他们尽情的玩乐，将来他们离开学校到社会上，才发现自己的竞争力不如人，那个时候就已经来不及了。我知道有些人认为我很严厉、很苛刻、不近人情，让孩子们失去了童年的乐趣。我不奢望所有人能够明白我的做法，因为对我来说，没有什么比学生前途更重要。我只希望从我这里走出去的学生，将来会有所作为，对国家会有所贡献。最后，可以请你对今年的考生说几句鼓励的话吗？我希望他们永远记住，只要肯付出，就能够看到曙光。校长，不好了，有学生坠楼。我看报道，你妈学校得奖啦。嗯，谢谢。马阿姨，我妈最近有没有来看你啊？大概她学校里忙吧。我想问你，我妈上次来看你的时候，你们是不是谈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？为什么这么问啊？那天晚上，我听到我妈在房间里哭。我长这么大，从来没有听到我妈哭过。你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？你不要问好吗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是不是一场误会？不是误会，是一个已经改变不了的事实。告诉你也无补于事。何况我已经答应你妈了，我一定要保守秘密的，你就不要再问了，好不好？好吧。
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那我就不问了。我相信你们是这么多年的好朋友，只要把话说开，一定不会有事。放心吧，我们不会有事的。今早疑似自杀坠楼的小学生，目前就在我身后的医院进行抢救当中。据可靠消息指出，小学校长以及相关人员已经抵达现场。到底小学生自杀是因为课业压力过大，还是另有内情？我们将为大家跟进报道。校长来了，校长来了。校长，请问学生自杀，校长作何感想？你们学校是不是把学生给逼得太紧了？有位同学选择以这种方式来结束他生命，我深感遗憾。目前我只希望他能够平安度过。至于其他的事，我暂时不能发表任何意见。谢谢。校长，校长，校长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哎，怎么？食物不适合你的胃口吗？不会啊。安克利，啊？别看了，是她，就是多年前在门外训我一顿的那位，我妈妈。啊，是，好久没见。多吃多吃。难怪这么眼熟，原来这里是你以前打工的地方。我们进来这么久，你现在才发现，可见你心里有事，别憋在心里，有什么话说出来吧。我没事。发生这么大件事，你还说没事？学校有什么应对策略？你呢？你们打算怎么处理？尤其是对于媒体。董事局交代我，不要对外发言。他们不想事情被闹大，至少可以告诉我啊！我是你女儿，又不是记者。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你根本都不了解，告诉你有什么用？我可以给你法律的意见。如果我需要的话，我自己会找律师，你不用操心了。好啊，不谈这个。那你和马姨之间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请你不要插手我跟他之间的事。我知道你什么都不会告诉我。我刚才去见过马阿姨，她身体还是很虚弱。医生说她这几天的情况还是很不稳定。最近我会比较忙，如果你有空的话，就多去看看他吧。嗯。怎么了？黄浩家去世了。男生，你今天喝很多了，你别再喝了，回家吧。走吧。好。你身上有没有球啊？有是有啊，可是打球。大哥，现在几点啊？你不想睡觉，酒厂附近的人也要睡觉啊。你最近发生什么事情？一直不想回家？你家里闹鬼啊？喂，安生，你喝那么多，明天一定会后悔。我跟你说，我从来不会为自己做的事情后悔。后悔什么？为什么要后悔？好，不后悔，不后悔。那我送你回家。我不用你送。你这个样子怎么回家啊？我没有喝醉，不用你送。你先走吧。好，我走。可是你自己小心一点啊，回到家发信息给我啊。梁律师，老板吩咐我送你回家。我自己回，不用你送。梁律师，老板交代过，无论如何一定要送你回家，请你不要让我难做。
回家不是转右吗？不用担心，老板要我先送你去另外一个地方。连律师到了，你到底在搞什么？这是老板吩咐，你上去吧。为什么要让我来这里？喜欢这里吗？只要你点头，我马上叫人来装修，这里就是你的律所。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是一直想拥有自己的律所吗？以后我旗下集团所有的法律业务都交给你打理，在这里你就是自己的老板，不用受制于上司的指示。你要接什么案子，说了算。这份礼物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接受。你多年的梦想，现在就摆在你眼前，你还犹豫什么呢？当年我也只不过是我老公的看护，要不是我下定决心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，说不好我现在还在疗养院帮那些老人家把尿把屎。难道你宁愿自己没有自主权，听人指示？你已经帮了我太多，你为什么要计较那么多呢？因为我想靠自己。安生，你知道在英国的时候，我为什么主动接近你吗？第一眼看到你，我就像是看到过去的自己一样。我知道你跟我是同一种人，我们不会满足于现状，更不会甘心当一个平庸的人。在我面前，你不需要戴任何面具，可以放心的作为你自己。在这世界上，没有人比我更清楚，你为了成功，愿意付出多少。这是最好的选择，不要辜负我的一番好意。王董事，你找我有事吗？坐，有事想跟你谈谈。董事会昨天已经开会讨论过，建议你暂时放假。你们这是建议还是命令？我是不是可以拒绝？下个月底我要代表学校参加教育部主办的学术研讨会，所以我不能休假。校长，研讨会的事你就不用担心了，副校长跟教务主任都可以代为出席。新的学年就要开始了，我担心他们忙不过来，所以我觉得现在不是休假的好时机。校长，我夹在你跟董事会之间，很难做。如果董事局觉得我不适合再连任，他们可以辞掉我啊，为什么要我休假？校长，你对学校的贡献大家有目共睹，可是我们董事会目前也承受了不少舆论的压力。你继续留在学校，记者们穷追不舍，对学生的课业也会受影响。我们也是逼不得已，就当作是为学生们着想吧，校长。换个角度想一想，这么多年来你为学校尽心尽力，从来没有停下来歇一歇，就趁这个机会休息沉淀一下，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吧。如果你们觉得这样是一个最好的解决方法，我也无话可说了。钟校长来了，钟校长，请问你是被校方辞退还是主动离职的？你以后还会留在教育界吗？钟校长，学生自杀是代表你那严厉的教育方针是失败的。校长回应一下，回应一下。近些年来，我和我的团队花了多少心力时间栽培我们国家的孩子，成功的例子你们不报道，就因为现在一个个别的事件，你就抹杀了我教育方针，这对我公平吗？所以你的意思是，只要大部分的学生成功，死一两个也没关系？请你不要扭曲我所说的话。这场悲剧，我也感到很遗憾。反正你还是坚持你的管理方式是对的。是的，我的教育方针没有问题。请你们以后不要胡乱报道了。钟校长，钟校长。妈，
学校状况怎么样了？被记者包围着，搞得一团糟。黄浩家的父母也来了，我们花了整个下午的时间，才好不容易暂时安抚他们。他们是不是认为黄浩家的死跟学校有关？嗯。你看，他们也真是的，还没有确定是一场意外还是自杀，怎么可以胡乱的写啊？太过分了，真的太过分了！断章取义，胡乱报道，这根本就不是我的意思嘛！妈，我何尝没有领教过？笔掌握在他们的手上，我们不能控制他们要写什么。我建议你，从现在开始不要对外随便的发言。但是面对这种不实的指控，难道我叫哑忍吗？如果我不出面澄清的话，那就是默认我有错啊！我不是叫你哑忍，我只是觉得以目前的状况，我要提醒你，不要把整件事情扛在你自己身上，也不要对黄浩家的父母亲道歉。如果对方追究起来，对你来说可能会很吃亏。我问心无愧，没什么好怕的。妈，我觉得以目前的状况，你最需要的就是一名律师来帮你。黄浩家的父母主要是以什么理据来起诉校方和校长？他们觉得校方还有我妈违反了专业操守，害到他们的儿子自杀。这个论点很薄弱，毕竟其他学生都能够适应，黄浩家是个别案例。况且身为父母的也不完全没有责任。棘手的是，校方在选拔考试中对黄浩家的期望很高，安排很多强化课程给他。结果他承受不了压力，成绩一落千丈，情绪上也渐渐出现了问题。我不是说我妈可以完全置身事外，但是她没有必要承受法律的责任。我是希望你们可以接受我的委托。我明白你的心情，也同意你的说法。不过，目前社会舆论一面倒的谴责钟校长，这官司恐怕不容易打。MME 的状况你也很清楚。我们很多案子在进行中，人手又不足，不如这样吧，我介绍相熟的同行给你，你认为怎么样？安生，你有什么看法？接吧，我来接。可是目前你手头上已经有几个 case 了，你确定你应付得来？这案子的曝光率很高，课题也很敏感。如果处理得不好，很容易受到舆论攻击的。对我没信心的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站在律所的角度来看这件事。完全理解，但我还是想试试看。再说有美琪帮我，你们真的不用担心。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那好，就这么决定。小心处理。这次有你答应帮我妈，我暂时可以松一口气了。朋友之间本来就应该相互帮助嘛。上次的劳资纠纷案，多亏了你，我才能顺利过关。再说我又不是没钱赚。总之，谢谢你啊。不客气。你赶快安排昂提过来律所跟我见个面吧，我想跟他谈谈细节。我马上打给他。Aaron，有问题吗？没问题啊。刚才看你一直魂不守舍的，你好像很不愿意接美琪妈妈的 case， 你担心什么？我没担心什么，可能是我昨晚跟客户喝多2杯，身体有点不舒服。没事，没什么事，我想早点回家。谢谢。今天我上来呢，是想多了解一下情况，还没决定要不要委托律师，这样会不会浪费你的时间？没有关系的，昂迪，今天我们就随便聊聊。妈，你还在考虑什么？我还没跟校方商量，就擅自请律师，我觉得有点不妥当。
可能校方那边想私下和解呢。玉阳小学已经正式委托律师帮他们辩护，而且是一名非常著名的律师。你为学校着想，可是他们根本没有顾及你，你必须要保护自己的权益。妈，你为了学校付出这么多，他们有感激过你吗？还不是大难临头各自飞。不好意思，我想上下洗手间。美琪，这个人是谁？他是我老板 Edward。你老板？对不起，我决定不请律师了。为什么？如果我知道古天宁是你老板，我绝对不会上来这里，也不会让你在这里上班。跟 Edward 有什么关系啊？总之，我已经决定不请律师了，而且这个案子以后都不用你插手。妈，发生什么事啊？你妈怎么突然跑掉？我也不知道。我跟他说，Edward是我们的老板，他就说不要请律师了。妈，你跟Edward之间是不是有过什么过节？我只是想帮你，至少告诉我发生过什么事吧。今天早上我已经说得很清楚，我不需要你们的律师所帮忙，更不想和古天宁再扯上任何关系。你跟他之间到底发生过什么事？如果你真的是关心我、想帮我的话，就不要再追问了。好，Edward的事我不要再问。不过你的官司，我绝对不能袖手旁观。那我要你离开 M&E， 你肯吗？什么？如果你肯辞职，我才让你帮我。你会不会太无理取闹了？你什么都不告诉我，还要我辞职？做不到是吗？那我的事不用你管了。你妈会有这样的反应，一定是有原因的。你等她冷静下来再去劝她吧。我妈虽然固执，不过她是个很理智的人，不可能在律所做出这么大的反应。我相信她跟Edward之间一定有什么问题。其实今天早上 Edward 的态度就怪怪的，我觉得他有意避开你妈。他好像很不愿意接他的案子。你妈从来都没有跟你提起过他吗？你也不是不知道我跟我妈之间的关系。我除了知道我小时候我爸在一场车祸去世之外，我妈的过去我一无所知。有时候我真的在想，我们到底是不是母女？怎么感觉这么陌生？我本来想借这个案子拉近你们之间的距离，没想到会变成这样。我本来也有这样的想法，不过你刚才也看到了，他那么固执，谈何容易？如果他有心隐瞒，就很难从他口中问出什么。他周围的朋友呢？有没有人知道他的过去？有一个人可能知道，就看他愿不愿意说了。亲爱的表姐，你就不要逼问我了，好不好？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我要问你，我结婚过后的那几年，我妈妈有没有接触过什么律师？就算你问我100遍，或者是让我想1000次，我的答案还是一样，我不知道。你妈的个性，你还要我分析给你听吗？她从来就不会透露自己的隐私给别人，就算真的遇到什么事了，她也不会告诉我。除了马阿姨，我妈妈最信任的人就是你。现在马阿姨在医院，我不想烦她。除了你，没有人可以帮我了。你不在家的那几年，我跟阿姨的话题来来去去就是那几句：美琪过得好吗？ Olive 多高了？阿姨在你面前就是拉不下脸来，但其实她一直都很关心你。你这个做女儿的，难道就不能主动示好吗？又不会少一块肉了。我现在就是关心我妈妈，才要求你帮我查她的过去。你们真是天下最荒唐的两母女，谁叫我们是一家人？查就查，可以了吧？
谢谢你啊。上一次我跟你提的那件事，你考虑的怎么样？照你的意思办吧。我就知道你是个有远见的人，不会错失良机的。等手头上的官司结束了，我就会离开律所。你可不可以答应我一件事？你说。不要干涉我帮美琪的妈妈打官司。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，我不否认，美琪曾经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人，但我们现在真的只是朋友。我希望你能够尊重我交朋友的自由，就像以前那样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不过希望你记得你说的话，不要让我失望才好。陈律师，宋女士，请进。好的。你的案子我看过了，你放心，我们赢的几率很大。黄浩家父母对你的指控根本就是不合理。就算是学校方面的教育制度出了问题，要负起责任的单位是学校，不是校长你。到时出庭，你只是要坚持说你是根据校方的决策来履行你的职务就行了。你的意思是要我把全部责任都推给校方？这只不过是抗辩策略而已，最重要的是能够帮你脱罪，其他的没有必要那么纠结。对不起，我不同意这么做，因为学校的政策大部分都是由我制定的。再说，我不认为我们学校的教育制度有什么问题。如果你要我否定我们的教育方针来脱罪的话，我宁愿被判有罪。你确定校方的立场跟你的是一样吗？到时候他们把责任推到你身上，你可就吃亏了。校方那方面我不管，我只做我认为对的事，我不能违背良心和原则来脱罪，所以麻烦你再帮我想想其他抗辩的方法。好吧，我尽量再帮你想想。谢谢你了。啊，对了，在价钱方面是不是有商议的空间呢？当然没问题。难得 M&E 大老板亲自开口，象征性收费就好。认识了艾伟这么多年，他第一次有求于我。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尽力帮你的。是艾伟叫你帮我的。你别这么说，这不是你的问题，是他自己不想委托你。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。这样吧，改天我请你吃饭。好了，陈律师，就这么说定了，拜拜。找我有事啊？跟你合作了这么久，这一次我真的搞不清楚你在想什么。请说重点。你一方面不想我们接美琪妈妈的官司，另一方面又暗中找律师帮她。不要告诉我，这是你提供给美琪的员工福利。其实这也没什么好隐瞒的。我跟美琪的妈妈是旧相识，纯粹想帮一个老朋友，就这么简单。如果单纯是老朋友的话，光明正大的让我们帮她不就行了吗？干嘛要兜这么大的圈子？我看你跟他的关系不只是老朋友这么简单吧？反正是我已经欠人家的，欠了就一定要还。美琪，我正要找你，你妈妈怎样了？肯不肯改变主意？固执得像一头牛，怎么劝也劝不动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她就快被传召上庭了，总不可能让她自辩吧？他已经找到自己的辩护律师了。哪个律师啊？我不知道，他不肯跟我说他的名字，宁愿相信别人，也不相信自己的女儿。他不是不相信你，只是对Edward有所顾忌。我怎么想也想不通，他跟艾文到底有什么关系？你自己想是徒劳的。你之前不是说要去打听吗？有没有什么消息了？我问过莎莎，
他说他不知道，不过他答应我会去查，希望有一个结果。喂，好啊，待会儿见。是不是有什么消息了？莎莎打来了，我现在去见一下她。嗨，嗨，坐吧。请问要喝点什么 ？Ice lemon tea。好，这里的生蚝不错的，来一份吧。没问题。这样子约你，是不是有点突然呢？不会啊，你找我有什么事？我听安生说，上次多亏有你，我们集团才赢得劳务纠纷的官司，我都没有机会好好的向你道谢。这件事呢，我一直惦记在心上，所以想正式请你吃顿饭。不用了，那是我应该做的。不行，这一餐一定要我请。好，不过你请我吃饭，为什么不可以告诉安生？我担心他误会我接近你的目的。你在 MME 还要实习多久啊？大概3个月。McKenna Hills 最近在招募实习生，我跟他们老板很熟。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我可以帮你引荐。相信你在那里可以学到很多东西。你是指英国著名的律所 McKenna Hills？ 不过，我觉得以我现在的资历，我没有资格当他们的实习生。就算你不相信自己，也要相信我的眼光。我很欣赏你的办事能力，而且同样身为女性，我对你离婚后重新振作的毅力也十分赞赏。MME 的声誉良好，是我们国内数1数2的律所，但可惜规模太小了，能学的东西始终有限。既然有机会到国外去实习，为何不出去多看一看呢？我很感激你给我这次的机会，不过我觉得我才刚起步，我希望在这里可以得到一点点的成果，再想下一步该怎么走。你确定吗？这种机会可遇不可求，错过了可能就后悔一辈子。我觉得现在还不是时候。好吧，那我不勉强你。不过如果你改变主意的话，随时联络我。好，谢谢你 ，Helen。今天见面的事，我希望你不要让安生知道。我担心他误会我买通他的好朋友来当我的眼线。我不会告诉他的。不好意思。你怎么会来的？医院通知我的。医生刚刚告诉我要做好心理准备，他随时会离开。哎，你当初离婚的时候，你心里的感受是怎样的？当初我觉得很痛苦，很孤独，好像全世界都遗弃了我一样。现在呢？现在感觉到痛苦吗？现在我明白一切都有一个过渡期，受伤了一定会有疤痕，但是结痂了之后就不再痛了。所以说，就算马院长真的死了，再过一段时间，我就不会感到痛苦了，对不对？你知道吗？我5岁那一年就被丢到孤儿院，马院长算是我唯一的亲人。我这个人就喜欢独来独往，不喜欢人家来烦我。可是偏偏马院长就是很啰嗦，很爱管东管西的。不过怎么说，我
我也是他带大的，再怎么不愿意，我偶尔得回来看看他，做样子嘛，对不对？每次我来见他，他不是问我吃的好不好，就催我赶快结婚，烦死了。所以我在想，要是有一天他真的走了，对我来说应该是解脱吧。在这世界上，我就不需要对任何人负责了，多自由。可是很奇怪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现在突然间好像听得到马院长跟我说话，我好想听他问我吃饱了没有，问我什么时候结婚，问我生活过得好不好。你可不可以告诉我，为什么这里纠成一团的？我现在连呼吸都很痛。我真的这么害怕吗？进去吧，把你心里最真实的感受都告诉他，不要留下遗憾。院长，你要说什么？来了。对，佳明来了。你要说什么？我在这里啊。现在几点钟了？你为什么不回家睡觉啊？考试要到了，你要乖呀。我知道，院长，我会听你的话的。快考要到了。你要乖呀！我知道。不要哭着玩，不要跟人打架了，要做个乖孩子。佳明很乖。长大要做个有出息的人了，知道吗？佳明很想听你说话。马姨临终前有没有什么遗言？我到的时候，他已经意识不清。不过，我上次见到他，他说他对不起你。马阿姨临走前，有她心爱的干儿子陪在她身边，她应该没留下任何遗憾。什么干儿子啊？灵位已经安好了，他呢？一整个早上不见人影，我看他根本就没有把这干妈放在心上。妈，每个人哀悼的方式都不同，丧礼是他安排的。我不知道你跟 Edward 有什么恩怨，不过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。你舍得看到你辛辛苦苦建立的名誉，这样就给毁了吗？我都跟你说过了，
这件事不用你管，我会自己打算的。终于出现了，你马阿姨生前最疼爱的就是这宝贝干儿子，今天最后一个出现的，也是这个宝贝干儿子。律所临时有事，所以我迟了。迟到就是迟到，不要找借口。我还有别的地方要去，待会你自己回家吧。谢谢你们了。刚才我妈的语气不是很好，不要放在心上。你这样拼了命的解释，会显得我很小心眼啊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跟你开玩笑的。你妈最近惹上官非，好朋友刚去世，心情难免会难受。说的话一定也不好听。怎样？有没有找你的老同学帮你妈辩护啊？被我妈拒绝了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。你还是尽快帮你妈找个好的律师吧。我已经接受了黄浩家的母亲的委托。正式向钟校长还有玉阳小学提出民事诉讼，里边注明了协商的时间还有日期，希望钟校长可以配合。记得提醒钟校长准时出席。对方已经发了律师信，到了现在你还没有意识到这整件事情的严重性吗？你马阿姨的身后事刚刚办完，我很累。你能不能不要在这个时候来烦我？妈，你以为我想烦你吗？如果你再拖下去，你不只是会名誉扫地，还可能要付出一大笔的赔偿金。你让我和安生帮你好吗？我已经说过了，我不要跟 MME 扯上任何关系。你和 Edward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你为什么要这样避开他啊？我的事不用你管。不要管，不要问，你就只会这么说。我是你女儿。你没有把我当成是一家人吗？一家人？那我问你，当年我需要你陪在我身边，你在哪里？跟男朋友同居，一走了之，什么都不管，就因为老公跟女儿不理你了，所以才回来关心我。现在你凭什么管我的事啊？妈。喂，莎莎。什么？哎，这么晚了，你还回来公司？我是特地来找你的。什么事啊？我有个问题想要问你。说吧。你跟我妈是不是曾经结过婚？每一次失落后，谁来问候？失去才知道今生的所有。每一次彷徨是谁的眼眸？坚定的眼神，相信着我不会保留。一路崎岖不退缩，再多挑战不放手，要勇敢往前走。